歌剧魅影，加斯东勒鲁。第11章，必须忘记那个男人的声音这个名字。第二天早上，就在克里斯蒂娜在他眼前如同幻影般消失，至今仍让他怀疑自己感官的那一刻之后，沙尼子爵便前往瓦莱里乌斯夫人家中打探消息。他眼前出现了一幅动人的景象。老妇人坐在床上织着毛线，克里斯蒂娜则在床头做着蕾丝活计。从未有过如此美丽的脸庞轮廓，如此纯洁的额头，如此温柔的目光，专注于一项少女的劳作。年轻女子的脸颊恢复了往日的红润，清澈眼眸周围的青色眼圈也已消失。拉乌尔几乎认不出前一天那个面容悲戚的她了。如果不是一层忧郁的薄纱，如同那场难以置信的戏剧在他身上留下的最后痕迹般笼罩着他的面容，拉乌尔甚至会以为克里斯蒂娜并非他那位令人费解的女主角。他看到她走近，站起身来，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向他伸出了手，但拉乌尔的惊愕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呆立在那里，目瞪口呆，一动不动，一言不发。哦，沙尼先生，瓦莱里乌斯夫人喊道，您不认识我们的克里斯蒂娜了吗？她的守护精灵把她还给我们了。妈妈，年轻女子厉声打断道，同时脸红到了耳根。妈妈，我以为我们不会再谈论这件事了，您很清楚，根本没有什么音乐精灵。我的孩子，可是他已经教了你3个月了。妈妈，我答应过您，不久的将来我会向您解释一切，至少我希望如此。但在此之前，您答应过我会保持沉默，并且永远不再问我问题。只要你保证不再离开我。但是你答应过我吗，克里斯蒂娜？妈妈，这些对沙尼先生来说毫无意义。您错了，克里斯蒂娜。年轻人打断道，他的声音本想显得坚定而勇敢，但实际上却只是在颤抖。所有与您有关的事情都让我关心到您无法想象的地步。我不向您隐瞒，能在这里，在您养母身边找到您，我既惊讶又高兴。而昨天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您可能对我说过的话，我可能猜到的一切，都丝毫没有让我预料到您会这么快回来。如果您不执意保守这个可能对您造成致命伤害的秘密，我将是第一个为您感到高兴的人。而且，我做您的朋友已经太久了，不能不和瓦莱里乌斯夫人一样，为您这桩不幸的遭遇而担忧。只要我们不解开这个谜团，它就将一直是危险的，而您最终会成为他的牺牲品，克里斯蒂娜。听到这些话，瓦莱里乌斯夫人在床上激动起来。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她惊呼道：“克里斯蒂娜有危险吗？”是的，夫人，拉乌尔勇敢地宣称，尽管克里斯蒂娜向他使着眼色。天哪！善良而天真的老妇人喘着气惊呼道：“你必须把一切都告诉我，克里斯蒂娜，你为什么要安抚我？到底是什么危险，沙尼先生？”一个骗子正在利用您的善意。音乐天使是个骗子。他自己都说了，根本没有什么音乐天使。那到底是什么？看在老天的份上，告诉我！瓦莱里乌斯夫人无助地恳求道：“你们会要了我的命的。”夫人，在我们周围，在您周围，在克里斯蒂娜周围，存在着一个比所有幽灵和所有精灵都更可怕的尘世之谜。瓦莱里乌斯夫人惊恐地转向克里斯蒂娜，但后者已经扑向她的养母，将她紧紧抱在怀里。别相信他，亲爱的妈妈，别相信他，他重复着，试图用爱抚来安慰她，因为老妇人正发出令人心碎的叹息声。那么，答应，
你再也不会离开我了。教授的遗孀恳求道。克里斯蒂娜沉默了，拉乌尔又继续说道：这是您必须承诺的，克里斯蒂娜，这是唯一能让我们，你母亲和我都安心的事情。我们保证不再追问您的过去，只要您承诺将来一直留在我们的保护之下。这是一个我没有向您们提出的承诺，也是一个我不会向您们许下的诺言。姑娘骄傲地说，我的行为由我自己决定，沙尼先生，您没有任何权利控制他们。我希望您从此刻起不要再这样做。至于我这15天来所做的事情，世界上只有一个男人有权要求我解释，我的丈夫，但我没有丈夫，也永远不会结婚。他用力地说着这句话，同时向拉乌尔伸出手，仿佛要使他的话语更显庄重。拉乌尔脸色苍白，不仅仅是因为他刚刚听到的话，更是因为他看到克里斯蒂娜的手指上戴着一枚金戒指。您没有丈夫，却戴着结婚戒指。他试图抓住她的手，但克里斯蒂娜迅速地抽了回去。这是一件礼物，他惊呼道，脸更红了，徒劳的努力掩饰着他的慌乱。克里斯蒂娜，既然你没有丈夫，这枚戒指只能是那个希望成为你丈夫的人送的。我们为什么还要进一步欺骗自己？为什么要继续折磨我？这枚戒指是一个承诺，而这个承诺已经被接受了。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老妇人说道。那他怎么回答您的，夫人？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克里斯蒂娜恼怒地喊道：先生，您不觉得这个盘问已经持续太久了吗？至于我……拉乌尔非常激动，害怕逼他说出意味着彻底决裂的话。他打断了他：请原谅我这样对您说话，小姐，您很清楚是何等高尚的情感驱使我此刻介入这些无疑与我无关的事情，但是请允许我说出我所看到的，而且我看到的比您想象的要多，克里斯蒂娜，或者说我自以为看到的，因为说实话，在这场奇遇中，最起码能做的就是怀疑自己的眼睛。先生，您看到了什么？或者您自以为看到了什么？我看到您听到那个声音时的狂喜，克里斯蒂娜，那个从墙壁里，或者从更衣室里，或者从隔壁公寓里发出的声音。是的，您的狂喜。而正是这一点让我为您感到恐慌。您被囚禁在最危险的魔咒之中。然而，您似乎已经意识到这是个骗局，因为您今天说根本没有音乐天使。那么，克里斯蒂娜，您为什么又一次跟从了他？您为什么容光焕发地站起来，仿佛真的在聆听天使之音？那个声音非常危险，克里斯蒂娜，因为我自己在听他的时候，也同样被深深迷住，以至于您从我眼前消失了，我却说不出您去了哪里。克里斯蒂娜，克里斯蒂娜，看在老天的份上，看在您在天堂的父亲，您那么爱他，他也曾爱过我的份上，克里斯蒂娜，您愿意告诉我们，告诉您的恩人和我，那个声音是谁的吗？即使违背您的意愿，我们也会救您。来吧，告诉我们那个男人的名字，克里斯蒂娜，那个胆敢在您手指上戴上金戒指的男人。沙尼先生，年轻女子冷冷地宣称，您永远不会知道。这时，传来了瓦莱里乌斯夫人尖锐的声音，她看到自己的养女刚刚对子爵表现出的敌意，突然站到了克里斯蒂娜一边。就算他爱她，子爵先生，那也不关您的事。哎，夫人，拉乌尔谦卑地再次说道，他无法抑制住泪水。哎，我相信克里斯蒂娜确实爱他，这一切都向我证明了这一点，但这不仅仅让我绝望，更让我完全不确定克里斯蒂娜所爱的人是否值得他的爱。
只有我才有资格评判他，先生。克里斯蒂娜说道，带着一种至高无上的恼怒表情，盯着拉乌尔。当人们为了引诱一个年轻女子而使用如此浪漫的手段时，拉乌尔说道，他感到自己的力气正在消失。那这个人一定是个卑鄙小人，或者这个年轻女子是个傻瓜，不是吗？克里斯蒂娜，拉乌尔，你为什么要这样谴责一个你从未见过的人，一个无人认识的人，一个你自己也一无所知的人？是的，克里斯蒂娜，是的，至少我知道那个您一直想对我隐瞒的名字，您的音乐天使，克里斯蒂娜，他叫埃里克。克里斯蒂娜立刻暴露了自己，这一次她变得像祭坛布一样苍白。她结结巴巴地说：“谁告诉你的？你自己。”怎么会？那天晚上，化妆舞会那天晚上，您回到更衣室的时候，不是说了可怜的埃里克吗？哦，克里斯蒂娜，当时那里有一个可怜的拉乌尔，他听到了。这已经是您第二次在门后偷听了，沙尼先生。我不在门后，我在更衣室里，在您的梳妆台后面，小姐。不幸的人，年轻女子呻吟道，显露出难以言喻的恐惧神情。不幸的人，你想害死他吗？也许吧。拉乌尔说出这个也许吧时，语气中充满了如此深沉的爱与绝望，以至于克里斯蒂娜无法抑制住一声呜咽。于是，他握住他的双手，用他所能展现出的全部纯洁的温柔注视着他，而年轻人在那目光之下，感到自己的痛苦已经烟消云散了。拉乌尔，他说，你必须忘记那个男人的声音，甚至不要记住他的名字，并且永远不要试图弄清楚那个男人声音的秘密。那个秘密有那么可怕吗？世上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一阵沉默将两个年轻人分隔开来，拉乌尔心烦意乱。向我发誓，你不会做任何事去知道，他坚持说。向我发誓，如果我不叫你，你不会再进入我的更衣室。您能答应我，总有一天会叫我吗，克里斯蒂娜？我答应你。什么时候？明天。那么，我发誓。那是他那天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吻了他的手，然后离开了，心里诅咒着埃里克，并努力让自己耐心等待。